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关于伊朗这一场战事，大家都想问，到底要打多久？川普已经说了，打到底，我美国军力是没问题的。你看到开战至今，现在已经轰了7000多个目标，包括飞弹跟无人机，已经分别减少90%跟95%的发射率，甚至它的空军跟海军基地也已经完全覆灭，而且还包含无人机的工厂。鱼雷的生产工厂，它照炸不误，甚至今天最大消息，连 GBU-72首次实战都拿来轰荷姆兹海峡旁边的地下碉堡，里面藏的都是巡弋飞弹。而今天让大家觉得最震惊的消息是，川普真的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它颠覆起来。他今天以色列跟美国进行一个计划，他把这个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拉尼贾尼给暗杀掉了。你看到中国是怎么形容他？他说，当哈米尼死掉之后，拉尼贾尼就像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在白帝城的托孤。他认为拉尼贾尼就是伊朗的诸葛亮，只有他能够救伊朗，只有他能够去扭转颓势。没想到的是，他今天也被炸死了，所以他被暗杀之后，我们更确定一个事情：川普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群龙无首。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台湾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体育主播张志平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我们在讲川普一直说这场战事就算打到底，我也没有什么差，我美军就是强。他想说你不要闹了，大家都要疯了。但是我刚刚讲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川普都是有目的的是在打击。他甚至今天也把这个人称伊朗诸葛亮的拉尼贾尼给暗杀掉了。对，他今天要让伊朗的神权政权完全的崩溃，而且我让你连反击的能力都完全没有的。没错，目前为止来说话，川普已经非常清楚，他要自己来。为什么？他这几天不是叫人家说，你要护航这个荷姆斯海，没有人理他，他就生气了。他说我都不需要你们，我们自己来就好。对，所以你看现在美军怎么做呢？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第一个，他现在派出灭国大杀器，叫 GBU-72的这个钻地弹，现在不断的在炸伊朗的海岸沿线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接下来呢，准备了要把他们的这个鱼雷工厂摧毁啦。反舰的这个导航飞弹摧毁啦，无人机的工厂摧毁啦，接下来他准备要登岛或是夺岛，他准备要地面作战了啦，很清楚啦，他现在就是要夺2个岛啦哈。另外好，除了这个之外来说，我不止把你的所有的武器把你炸掉，把你的手脚绑起来之外，他还暗杀了谁？暗杀昨天我们讲的拉尼贾尼。他是伊朗的最高国安首长，也就是说，事实上现阶段，我们说现阶段哦，是伊朗的实质领导人，所有革命卫队都听他的。对，而且你看，中国还把他吹成什么？伊朗人自己的诸葛亮，然后这个是这个白帝托孤，白帝城托孤的当世相才啊，结果被干掉了。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目前为止，美国跟以色列人没有要跟你谈的意思，因为他可以跟他们谈。再来就是说，他是现阶段整个能够稳定伊朗局势。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脑，我把你大脑也瘫痪掉。我看大脑瘫痪掉，把你的手脚都绑起来之后呢，现在接下来的话就是准备了要对你更进一步的打击，这可能是接下来这个所谓的川普要做的一系列的政策。而且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今天川普根本是要把这伊朗的神权给颠覆掉？对，除了第一时间把哈米尼给暗杀掉之外，我们刚刚看到了非常多，包括针对于无人机的基地、鱼雷的基地，甚至你一些海军、空军什么一大堆，都已经轰炸完了。对，轰炸完之后，今天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就是拉尼贾尼。对，我们已经说了，中国当时是怎么吹他？为什么要吹他？因为他认为，就算哈米尼死掉，有他在，伊朗还可以撑很久。没错，他还是可以帮我拖延美国。只是没有想到，他们口中的诸葛亮，他们口中的摄政王，对，今天也被炸死了。对，没错，拉尼贾尼，哇，他有非常多称号。刚才你说他是诸葛亮，对，那另外一个他是摄政王，这都没有错，天下第2人。你要怎么形容他，就是很可以。他现在可以说是伊朗最重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现在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现在人在莫斯科嘛，不在这个伊朗，所以伊朗就是靠他啊。结果你看，他们现在就把他干掉。好，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报道。为什么我们看中国报道？因为中国对伊朗非常了解，对，他们才是真正了解的。你看他们说什么？伊朗真正的诸葛亮出现了，何梅内伊的这个临终前把江山托付给他哦，所以等于是说何梅内伊是这个刘备，然后他就是诸葛亮哦，然后说何梅内伊呢生前早就铺了一个大棋哦。
他都没有把这个希望寄托到那些只会念经的长老身上，而是生命的最后几年，悄然的把军政法外安军事、政治、法律的这个层面、外交的部分，还有安全的部分，武权托付给了一个人，武权给他一个人，所以等于说他是最有权力的他不是神职人员，不穿黑袍，是伊朗政坛真正的2号人物，隐形的摄政王，哇，跟多尔衮一样他说拉尼贾尼就是这一号人物，然后他就说你看过他的履历，你就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交接，而是一场当代版的白帝城托孤啊。他需要的不是另外一个宗教领袖，而是一个能够统治军政、能理政事、能外交、能真正镇得住场子的诸葛亮。所以你看，摄政王诸葛亮都在他形容身上。好，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出身严正、根正苗红，比亲儿子还稳呐。所以呢，他就是这样。他就说，你看，而且他认为什么？他今天这个人比穆吉塔巴对于伊朗来说更重要，而且更多人会听他的话。对。他是这样形容他的，对，为什么？因为他爸爸这个所谓的这个拉尼贾尼的爸爸，他本身就是一个宗教高层，所以他等于是神学式政权的宗教高层。再来就是说，他就像诸葛亮出身名门士族，却隐居在隆中一样，我不靠你们这个圈子吃饭，但我要说真话，谁都是我的背景。所以这个所谓拉尼贾尼深得这个哈米尼的这个信任，然后他可以跳出3界外，以一个世俗的政治家的身份去统合军方、政府、外交还有情报系统，这叫出将入相，做幕后的操盘手。当代的这个诸葛亮不就是这样吗？然后他还说，哇，这个很夸张，文武全才，伊朗唯一的6边形战士啊！他把他形容怎么样？第一个懂军队，对；第2个掌议会，对；第3个通外交，对；第4个通安全、握安全，对。等于是你就是全能。伊朗大大小小事情，从到像那种杂事，对，靠他一个人来决断都没问题的。对，所以你看，中国把他吹成这样子，所以那当然以色列跟美国当然知道，就务必干掉你。对。那你看他还说什么？家族势力盘根错节，是整个政坛的这个稳定锚啊。对，所以他就把他干掉。他说拉尼贾尼是这个伊朗的甘乃迪家族，一点也不过分。所以他等于是用他来稳住任何的这个政权。好，那我们就跟他讲，事实上他的经历，我们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他的躬耕南阳，然后站在神权之巅，却选择世俗之路。这个躬耕南阳就是诸葛亮，所以他为什么把他讲成诸葛亮？他说诸葛亮，你知道吗？他没有传承，他是政治家，他是所谓这个所谓神学家族，但是他去读什么德学博士，他学的是康德，是西方思想，所以等于是说他不是只有伊朗的思想，对，他还有西方思想。所以为什么他可以跟西方沟通？原因在这边。然后初茅庐之后，在革命中，他革命也有参加。然后后来2伊战争他有参加，然后在出将入相，在这个所谓从2008到2020年，他担任他的议长。对，所以议长来说，当然我们知道议长要做什么，在台湾侨嘛。所以等于是为什么可以稳住政坛，就是因为他当过议长，所以他跟什么？他跟军方也好，然后跟国防军也好，跟地方势力也好，然后跟这个神学政权也好，他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能够稳住，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在这种乱局之下，他就稳住情绪激动的革命卫队，压住可能因为空袭动荡的国内局势，然后对美国采取强硬而不翻车的这个政策，整个政权呢在失去领导后呢，能够依然的平稳的过渡。对，所以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伊朗的真正的定海神针啊！然后这个诸葛亮，这个刘备托给诸葛亮托的是江山安稳，这个世子可辅。但是呢，何美内托给拉尼贾尼托的是政权存续，国家不倒。所以今天中国写那么多的在称赞他，只有一件事情，对，就算哈米尼被轰炸死，对，有他，你还是可以持续跟美国来交手的。对，6边形战士，对，哇，能文能武啊，一大堆好。然后我们现在糗了，都要死了。对，好，那我们跟他讲，那他过去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哈。你看哦。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吗？在这个准备要攻击这个伊朗之前呢，他们不是有跟这个所谓美国不是有派出？你看，连这个所谓川普的女婿，不是都有到中东去吗？当时跟他谈判的，就是拉尼贾尼那你现在就是到这个中东去，然后在美国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穿梭之下，跟美国在做核谈判的狼的西医。所以我们必须说了，外交，你看他可以跟这些人见面。对，好，另外一个你看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你看这是拉尼贾尼。他跟谁见面？习近平。对，这是拉尼贾尼，他跟谁见面？普丁。拉尼贾尼，他跟谁见面？阿萨德。所以什么意思呢？你看他跟各国的这个外交首长都有往来，因为为什么？他是担任最高国家安全顾问
等于是说国家安全这个事情，类似我们什么？类似我们的国安会的会长，类似或是国安局长这样一个角色，你就知道他权倾一时，所以他的确跟各国领导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穿梭在美国没有问题。我们在讲他不是又学西方哲学，对，虽然很懂西方，虽然他的确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觉得形容当然有点夸张，但是的确是这样。对，但是呢，这个六边形战士不好意思啊，你就是命就是该死。好，那怎么把他干掉呢？我跟他讲，事实上他们已经监控他非常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以色列在17号晚上发动所谓的夜间的突袭，攻击伊朗，然后就锁定拉尼贾尼哦。那让拉尼贾尼来说，他们锁定除了这个拉尼贾尼之外呢，他们还锁定什么？他们锁定就是我要炸掉你。问题是拉尼贾尼很狡猾啊，你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他其实一直都躲在这个地下室。对，然后他这个所谓身份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而且他每天都会一直换。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米尼走后，现在真正掌实权就是你，拉尼贾尼，要全部都保护他。对。那这样怎么还会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给发现？因为他那一天的这个傍晚的时候，他出来，他从地底下出来之后，他要去探望他女儿。对，他女儿住在德黑兰这个郊区东侧的一个住宅，去看他女儿。就看他女儿的时候，时间到了，这个飞弹就来了，就把它炸掉。你看，这就是这个。拉尼贾尼跟他的女儿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这一栋楼的话，原本有一栋楼已经被夷为平地。对，然后你要说这个攻击来说的话，已经攻击了钻地弹，攻击了地下室。他既然要他的，他真的是一定要他死，这不是飞弹，这是钻地弹下去。对，如果你下面有碉堡，有什么地下的什么设施，我照样把你炸。所以你都知道说，一定物要除掉你，对不对？这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目前为止决定。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现在的这个我就跟他说，杀要杀什么？杀伊朗的高层。把目前为止存在的高层把它杀掉，让你们没有抵抗的这个力道。所以你看，现在目前为止国际的这个分析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很多人就说变成暗杀产业。对，那为什么变成暗杀产业？我要让你的高层无力，而且你知道拉尼贾尼杀掉之后还有一个意义存在。赵好，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美国跟以色列没有跟你谈判的，对，因为他现在是唯一可以跟我们谈判最高领袖。那我再杀掉最高领袖，你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到底是谁？不知道。穆吉塔巴现在人在这个莫斯科，那你这个拉尼贾尼被干掉，请问谁？那我跟你讲，如果假设中国说的是对的，拉尼贾尼是六边形战士，他可以稳住政局，可以稳住革命卫队，可以稳住他们国内的这个军人，可以稳住他们的国内局势、国外局势。他把他干掉的时候，意思是什么？要让你伊朗乱，对，国内没有人镇住，就乱啊，乱的时候，美国要对付你更加容易嘛。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干掉？所以你看，事实上拉尼贾尼来说，他早就被盯上，他被盯上之后，他刚好好死不死，前几天才出现，那就当然要被干掉，就是这样。好，那除了他被干掉之外，还有什么巴斯捷的民兵的高层也被干掉。你看，我们如果看这个照片，你就觉得很夸张，旁边还有一台这个公车啊，或者是说这个箱型车，不管是什么车，你看就是他。然后就只有他爆掉，然后旁边都没有事，对，就这样子，所以等于什么意思呢？我跟他讲了，他现在除掉拉尼贾尼，然后除掉这个巴斯捷民兵，巴斯捷民兵要干什么？他也是用来镇压，如果伊朗人民真的要起义的时候，他也是要镇压的部队，所以等于说我帮你们扫除诸多的障碍，你们赶快起义来归吧。我就说，伊朗乱的时候，赵和那些民众会不会上街头？当然会，所以才说这是美国跟以色列有一系列的动作之一。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拉尼贾尼，刚刚已经讲了，他今天不单单是非常懂美国，他是学西方思想。今天他把他杀了之后，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也要把他杀？因为拉尼贾尼的另一半是什么？他今年1月份伊朗在暴动的时候，就是他指挥把那个上街头1万多人给杀害的。对，所以他今天必须死的。对，所以我就说嘛，如果也按照我们说。过去诸葛亮过世之后，你看蜀汉也出现了震荡，对，所以现在如果拉尼贾尼死后，你看伊朗也会出现震荡，对，那这时候呢，就是川普呢要做下一步最好的动作，对，那川普会怎么样？继续对你施压，所以川普你看今天说什么？那我们已经攻击了伊朗7000多个目标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导弹啊发射减少90%，无人飞机减少了95%，那我们目前为止把超过100辆的伊朗的这个军舰已经摧毁在这个海边了哈。那尤其他们现在出动了什么钻地弹嘛，我就讲 GBU-72的钻地弹，他现在打什么？打在位在这个荷姆兹海峡，他务必要开通荷姆兹海峡，把它打通，就把周边的很多设施完全都击毁。对，那你看这就是美国目前为止公布了100艘
左右的这个船只，然后他们目标是攻击什么？你看，这是这个迪亚兹的这个所谓这个军火库，就在海边，它在生产什么轻型还有重型鱼雷的这个中心，把它打掉。所以它不断的攻击这些设施，对，把这些设施攻掉之后呢，未来可能要进行夺岛的这个战略。你看这个碉堡，他要他干嘛？他说现在伊朗，我要让你未来怎么样都没办法去反击，是我让你只能不吭声，对，你就被我打的。对，所以这样子现在等于是单方面的在揍小孩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对，那我们就讲，但接下来的话，就等到美军的这个所谓迪里波里号来的话，他们搞不好就会进行夺岛啊，这是美国目前为止战略想定。那另外一个，以色列现在干什么？以色列现在继续炸，你看这是什么？我们以色列跟这个美军现在不断的轰炸，对，它这是什么？德黑兰郊区的革命卫队的海军总部被炸。你看这原本的海军总部在这边，然后你看就把它炸掉。那不止炸这个，你看还炸这个德黑兰啊，炸很多地区的，你只要有什么飞弹井啊，很多指挥中心，全部都被美国跟以色列断掉。所以现在简单的说，现在制空权你伊朗已经丧失了。所以现在你只能够单方面的挨揍，就美国、以色列，然后不断的狂轰滥炸，钻地弹出来，然后这个 A-10 直升机出来，然后 B-52轰炸机不断的给你狂轰滥炸，炸到不行，然后呢人员我进对你高层进行暗杀，那这什么意思呢？让你伊朗慢慢撑不下去之后，或许你国内出动暴动、出现动乱的时候呢，我要端掉伊朗，那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件事情。慧珍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伊朗到现在至今为止，它的抵抗还是非常的顽强。为什么顽强？你看它的无人机，你看它的导弹，都是放在那地下的碉堡内。对。那而且它现在是什么？我现在等你美国如果路面的真的要进来的时候，我的伊朗革命卫队杀出来，我好几万人，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碉堡现在出大事了。你看到新闻怎么样去报道？他说伊朗的地下工事遭摧毁，军事人员被困。过去他要拿这个来抵御相对的，包括去美国、包括以色列等等，但没有想到现在的传出是什么？现在那一些在地下碉堡的人没有食物，连生存连那种呼吸空气都很困难的。是赵豪，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我最大吃一惊的是什么？竟然是中国媒体先报道啊！天哪，那代表是什么？他们把这个伊朗现在最大的一个机密都给出卖掉了，什么意思？我们都心里想说，这伊朗的地下碉堡好厉害，神出鬼没啊！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啊，很难打啊，怎么办？他已经花了几百年、几十年，不断的去打造出这样子。你看1、2、3、4、5、6、7、7、8个出口，你根本不知道会从哪里出来。你看这样子的打固若磐石，如此的坚固的一个地下的导弹城，你怎么摧毁它？就没想到，现在中国的媒体告诉我们啊，事实上他们因为很多的出入口，你看现在出入口都很窄，对不对？对，都被打了，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他们整个被陷在里面出不来了。他说什么？被困在地下，面临缺氧跟断电。是，既然是中国告诉我们，现在伊朗缺氧断电，整个地下碉堡原本需要外面的一些空气，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一个发电系统，有很多的一个氧气的供给系统，还有很多的水的相关的一个系统。就现在因为美国之前不断的去打那个钻地弹，GBU 这些钻地弹，什么57啊、28的，所以导致事实上非常多的地下的设备都已经被摧毁了。对。然后呢，粮食现在也告吹，所以你知道吗？这看起来很可怕，有多少人？10到15万人啊！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在这个地下碉堡里面，已经有10到15万人，本来是觉得地下掩体呀、基地呀，你根本很难攻略的。当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空气、没有那个其他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变成什么吗？地下陵墓，完全大家困坐在这里。所以根本就是这些碉堡内的人根本在死亡倒数。是，然后难怪我们就心里想嘛，川普现在不打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看你可以撑多久？对，如果你这样子再撑10天、20天，你没有食物，你没有氧气，你这些设备开始慢慢的连电都没有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就这样死掉？不要忘了，我们一直说，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工作在哪里？就在伊朗的飞弹车的士兵。我一开出去，我没有命了，我只能活3个小时。我在这边待很久，我一出去，无人机、飞弹都盯上我了。是，他们本来想说，我躲在地底下，就像是打地鼠游戏，你知道，我从哪个洞出来，我从哪边出来，你根本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你其他的几个洞被封锁的时候，你现在剩下2、3个洞，你一定要出来。结果一旦你出来之后，它的卫星就锁定你，就直接把你打下去。而且呢，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变成是你们活标靶，我就等着你，你马上，你只要你赶出来哦，我就让你不见天日。所以他们现在就想说，没有想到原本机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那个利基。现在却因为整个相关的被所谓的专地弹这些轰炸之后，没有办法那个机动了，没有办法机动之下就困死在那边。对，这几个短短出手，你看你只要一浮出来，所以呢，川普现在就在看啊，只要你敢出来的话，有没有发射车一出来，你马上就会被锁定。所以你不要说你还要怎么多少人在发射车，然后出来之后，然后你要锁定飞机，不可能，因为你只要离开了那个掩体，你马上暴露在川普他们的一个监视情况之下，包括以色列的、包括美国的这些无人机，还有卫星持续监控，你马上就会被锁定、被精准打击。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吗？之前那个哈马斯他们在打仗，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多少几万人躲在他们500公里里面的一样地下隧道里面？有没有？之前啊，这就是那个2023年的时候的事情。那个他们摧毁了哈马斯在加沙地下里面大概500公里的地底的网络，结果呢，他们采取什么动作？就是给你灌水进去啊！那灌水有没有？他说灌海水进去之后，就会导致他们所有相关本来可以换气、可以干嘛的设备，全部都瘫痪掉，到最后连水电都没有。这些人，你看这些人是谁？这就是他们灌水进去，说那些人怕被淹死逃出来的这个哈马斯的士兵，要一一被。你们看 Timothy， 为什么 Timothy 碉堡很热啊？你那个我没办法呼吸了。是，而且呢，你如果连那个发电系统都没有，那个超级闷的，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就是当时的画面，他们就照你，然后用那个让你在里面，然后让你没有地方藏身之处。他照你之后看到有黑影，马上飞弹就过来。所以他们现在所有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打了2-3年仗啊，这有关于地下碉堡的这一个相关的技巧。都传授给美国。提问老师，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穆吉塔巴可能在俄罗斯在治疗中，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了拉尼贾尼，伊朗的诸葛亮他也被炸死，那代表现在伊朗是什么？群龙无首。当群龙无首的时候，没有想到，你看到这是谁？这是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他接受 CNN 的专访。专访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原来以色列早就有人选。到底谁要去接班？他有人选，这让我想到什么？我们昨天才讲，革命卫队跟政府军长期有矛盾，长期有心结存在，所以以色列已经都想好要扶植谁上去了吗？对，这个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达伦，他其实讲的也就是川普心中所讲的，其实有一些讯息已经开始在对外泄露了。你知道，我们对比一下他的讲话是怎么讲？对，他说，其实，在内部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潜在的领导人。对，他说 potential 就是潜在的领导人。那这些潜在领导人在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可以领导这个国家往正确的方向。那请问一下，他怎么知道伊朗里面有哪些潜在的领导人？对不对？那就代表说早就已经锁定哪些人准备要接班嘛。所以今天把那个拉尼贾尼把他除掉，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伊朗里面是强硬派的。现在就是说，伊朗内部来讲的话，川普说了嘛，一团乱，我也不知道跟谁谈。我第一波杀掉了，第二波杀掉了，第三波我又杀掉，然后第三波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是谁的时候。你知道里面其实哈米尼托孤的就是那个拉尼贾尼，对，那他本身集大权于一身，所有革命卫队的都听他的，而且他又有经验，然后又是很老道的。那现在来讲的话，他也是直接出来呛美国，我不跟你和谈。记不记得当那个总统啊，就是说没有被杀掉的总统，对，就是叫做裴泽斯基安，对，他本身来讲的话，他跟那个什么一个司法部的一个宪法的，然后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谈的时候，结果就有人跳出来说不谈。那个谁就是拉尼贾尼。所以这个变成说什么意思？美国跟以色列协助了伊朗内部的温和派，把这个强硬派的干掉了。那干掉之后，那接下来的后面有一些温和派的就可以起来了嘛？对不对？你打，你革命卫队你打嘛，你打看嘛？你现在一个一个被端掉，一个掉，虽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保全实力？对我们等到以后江山再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就现在温和派就会出来去游说那些革命卫队嘛。那你就要不然一起送死好不好？一起送死，你的帝国事业、你的什么样的经济、金融什么都全部就垮台了。对你钱也赚不到，然后你也没有。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以色列的大使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到底美伊要扶持哪一位？这就变成关键了，对，因为他是用复数的 potential leaders， 所以代表说他们有好几个人选。那现在好几个人选当中，哪一个提出的条件是川普能够接受的？然后接下来暂时就他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白哦，他已经说不要再反击，不要射飞弹，不要去弄无人机。照老师刚刚你的说法的话，那其实就是把一些潜在的领导人、潜在的挑战者全部都杀光了。杀光之后，自然而然。川普跟以色列要的人，他就上位了。是啊，因为他旁边的人就是反对温和派的、反对和谈的那些人，全部都被以色列跟美国做掉的时候，那当然出头的就是这些温和派了嘛。所以你看到一个一个画叉叉，你看到那个所有的领导接班，对，全部都被端掉了，不是太可怕了吧？这一张。对，那所以代表说，川普现在他说找不到人谈判，不是找不到人谈判。是要找一个能够谈得下来，能够把伊朗的这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用钻地弹，然后美国用很多相关的武器的狂轰乱炸，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到任何伊朗任何反击的能力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吧？哦，旁边的这些国家本来被波及的这些国家，现在来讲被攻击的这个状况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内部今天应该有一些状况发生了，什么状况？当这个拉尼贾里已经被做掉之后，我相信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军事领导人会说我要继续打，我怎么打？没有任何战术，没有任何战略，我怎么打？我要到哪个地方说这个停损，完全没有。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美国刚好把这个要棘手的人物做掉，所以其实拉尼贾里他也怪不了，他背后有人在支持的。对啊，如果背后没有人在支持的话，马上就投降了，马上就跟川普投降。所以干脆以色列跟美国早就知道这个拉尼贾里来讲的话，根本没办法谈了，对，直接干掉。这个才是真实的这个故事。所以你看到，当他那个强硬派被干掉的原因是因为有后台，而现在来讲的话，中国的势力接下来这样代理人被铲除掉之后，下一步当然川普就有能力可以跟习近平来谈判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